加油加油！加油加油！加油加油！冲刺了！哦，看看大河原先生的竞走。不错不错不错，看。我今天带伴手礼的这个袋儿，还是贝壳年代的北京马拉松。哎，大家伙早喽！7月10号星期三清晨5点20，今天是合练的日子。昨天我录结尾的时候给忘了，我说今天回评论，但是既然说了，那就回。正好这一周好多小伙伴都是恭喜我完赛的，评论不太多，我们先回评论，一会儿咱们记录合练。今天我带2个相机，看，今天咱们全程记录。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的课表，今天是12个400米短距离间歇，都是平路，不跑那个坡。太热了，现在已经马上要30度了，我热身了3公里。看，那我们抓紧啊！第一位小伙伴说推荐短裤能不能不磨裆？其实磨裆很多时候不是裤子的问题，您再瘦一点就好了。我体重大的时候也磨裆，这也没办法，就用防磨膏，抹防磨膏就可以很有效的解决。而且您说您一次就跑10公里左右，最多了，防磨膏肯定是没问题的。先减体重就好。然后呢，下一位小伙伴说空腹晨跑能不能减肚子？空腹晨跑什么都能减。有些小伙伴也说夏天不建议空腹跑，说本来就比较的艰难，空腹跑会更累，是这样的。但是呢，你只是体感上的艰难，大多数时候人身体里就说你睡了一宿觉，存储的东西也都没问题。空腹晨跑的好处其实就是肚子不那么难受，就像我前2天那100公里，我说吃多了过程中，就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。你要是习惯吃的东西再跑也没事儿，因为其实说实话，减脂减重都是热量差。你就说你这一次训练，咱就说跑20公里，无非就是1000多千卡的热量，对吧？你说我在有氧区间，或者在所谓的燃脂区间，或者是空腹不空腹的，其实它无非就是可能多100千卡烧在了脂肪上，或者那边多100千卡烧在了糖上，也仅此而已。但是这100千卡一口就回来了，是不是？别想太多，好吗？然后全马成绩是 LSD 重要还是总跑量重要？在夏天，我觉得啊，总跑量和单次长度重要。另外，全程马拉松是个速度游戏，你的速度门槛得高，速度耐力的能力得强。所以我一直觉得，对于普通人来说，就包括我如果一个月的训练量在500公里，那对我来说，其实慢速的长距离用处不大。因为你想，我的目标是3分43到3分45的配速巡航马拉松，那我用5分半的配速去跑一个30公里，其实意义不大，真的不大。我之前分享过几次长距离，大家可以搜一下。就是我觉得长距离，要么您是渐加速，就越跑越快，要么您就最后10公里冲一冲，总要有一些变化。最后一位啊，我会把他的数据放在屏幕上。他发了一些图说，这位叫 Sick 李，3休1，月跑量300，一周一个长距离。但是呢，他贴的他单次的训练就是7到30公里，就30公里就是长距离嘛。然后平均配速基本就是在5分14，或者再慢一些。这就他的目标是说要全马破330，那也就是4分37的配速。抱歉啊，那我觉得呢，就是首先您的单次训练的长度有点短，就是7、8公里的单次训练对全马想破315，抱歉，他说全马想破315，4分37的配速，想破这个成绩来说，单次训练7、8公里，说实话不够长。我的建议是可以单次在14公里以上，可能会比较好。另外就是速度，您如果一个月就跑300公里的话，那您现在的单次训练的平均配速和您的目标来看，相比稍微有点慢。我建议您弄到5分钟或者5分钟以内，
这是我不成熟的建议。就是我是这样的，就是我在破3之前或者接近3之前，我的训练的配速都是要比破3配速快的，就是这样的。但是我马拉松呢，因为你的训练年头不够，耐力不够，或者说速度耐力不够，造成后边会掉速。那没破315的小伙伴，我猜很难匀速完成一个全马。那您可能也会面临这个问题。反正就说我自己啊，或者我看到的一些人，就是在破3之前，或者在跑得特快之前，他的训练配速其实是挺快的。我那时候训练配速都是4分20多，4分10几，就有一段时间，觉得4分0几也无所谓，也没什么，因为那时候跑量不够嘛，也就是不到300公里。所以呢，就是300公里的话，压力不够大，您可以把速度往前提一提，或者呢，您再极化训练一点，增加一些拉速度的强度课，这种就好。那行，那评论回完了，我们去训练了，好吗？今天12个400，脚还是沉，看看能跑成什么样吧。那这么着。今後ろから見て馬の人も壁が、はい、チーム5人、はい、1、2、3、4、5、はい、この辺り。いけてる10秒前5人です。好，要准备了。4、3、2、1、はい、12本ね、12本。走。到。没看时间，还是有点跑不起来，慢一点。我没注意听休息多久，跟着大家一起。你今天第一组的小伙伴特别少。田中先生还是一如既往的快。あ、60秒か。失礼。60秒でした。失礼。はい、行って。はい、行きましょうか。はい。到。
平均配速1/3，还是有点快的。还是有点快的，还是有点快的。走。3分13，休息了1分钟，应该是休息1分钟。第1公里就第1组回来，大家调整了一下，马上要开始了，还有10秒。5秒前。はい。走。到。3分10。还有20多秒，喝口水。喝口水，开始第5组。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，有时候记混，我都不是确定。应该是要开始第5组，10秒。哎。走。
到。到。313。5组结束。一般这时候得这么想已经完成一半了。所以这是11组、12组的秘诀。以前练1000米的间歇的时候也是，我看人家课表是11组，我说为什么呢？最后3组还提速，因为你跑完10组觉得跑完了，就得跟自己的内心不停的耍花样，骗自己，是不是？还有10几秒。はい。お、ごめんなさい、いってらっしゃい。2、1、スタート。到。到。到。310。又要下一组了。哎，走。哎。到。はいまた317，这组慢，应该是该第8组了。新买的软水壶，但是这新的总是有点味儿。哟，哎，走。すいません。
到。到。才到316。啊！看镜头上有没有水？刚才下了一小阵雨，看不出来。那这时候我这么想，就是还有3组正着数，哎，还有半分钟。5秒前。哎。よーい。ありがとう。来，加油！加油！315，哎，不错，跑多少了今天？今天7公里。不错，太热了。马上出发。哎呀，冲不起来。加油！安全第一，安全第一，太热了。哎呦，哎，指を下ろす。再到。再到。到。318，还有最后一组。
我没有数错吧？是最後一組嗎？啊，水沢さん、ラストですか？ここに2哦，ありがとう。啊，果然记错了，还有2組，尴尬了。但是问题不大，一会儿再跟你们说为什么我老不会看这个。やった一回。もう一個。もう2秒前、1秒前。到，还到，嘿，还到了。318啊！现在还有最后一组，太累了。就是这个表上是这样，您现在显示的是11-12。我其实有时候含糊，就是现在应该是显示即将的那一组还是完成那一组，还有应该是我设了热身跟恢复2个阶段，在这上是没有的，只有折返阶段。你们看，这就是适应，这种逻辑谁说了都算数，就看怎么适应。我一般很少数着组跑。哎，还有10几秒，最后一组。我们的最后一组，最后一组。这场大丈夫？对了。一共跑了几次？12。哟，喂，走。到。すいません。302啊！啊！S 啊！S，还行哈，最后一组302，是不是还行？哈，不太差，但是跟最佳能力的时候可能差
其实速度差不多了，最佳也就是差不多也就这样，勉强可能摸到3分，但是个体感累啊，特别累，感觉腿特抻。啊，他们也要最后一个了，快到！也有竟然又跟了一组，厉害！我去7遍了，去集合点看看伴手礼。刚才碰见那位先生，那次第一次在大阪城碰见，就是我说被蚊子咬那次，后来就老能碰见，又碰见了。我们结束了，太累了，太累了。一定注意安全。好，大哥跟腱伤过，来到。热呀，小伙伴们！现在体感应该在30度以上，这刚几点呀？这刚6点24。中野さん。函館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そうだロース。ナイスでした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どうぞ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。ありがとう。お気に。阿哥さん。大丈夫ですか？まあ大丈夫。ありがとう。不客气。田中先生，来拿2个，不是拿一个。函館。函館。いただきます。どうぞ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函館。6時3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すいません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Thank you。工藤さん、函館。これでもいい。报名了台北。工藤さん。ありがとう。台北。你好。对，我是很有名的这个，我是从北京来，哔哩哔哩的明星的波士顿马拉松，今年的。今年跟去年都有去北海道跑那个萨罗马。我也是，我也刚刚回来萨罗马，真的。对，你多少时间？我跑很久了，差点回不来。但是这个完赛吗？厉害呀，58%的完赛率。对，我是第一次。我也是。你好。我去年也有去波士顿，下大雨。7月10号星期三清晨6点57，训练结束，又冷身4公里回家。今天是热身4公里，冷身4公里，跑了12个400米的间歇，看看效果啊。最后一组顶起来了，所以很不错体感。主要就是最后一组能顶起来，看看单圈数据。第一个400是77，抱歉，77秒，然后76、77、76、77、75、78、77、79、79，最后一个是72，还行啊，就是累，然后中间那几组跑到3分18、3分19的配速，那几组有点累，而且大家都那几组都有点放缓，所以我也就顶不上去了。最后还碰到一位刚从佐吕间湖100公里回来大阪旅游的台北的一位女性跑者，我瘦瘦小小的，一看就是精英跑者那种。所以有的时候一问，您跑过哪儿？你跑过哪儿？那确实是觉得然后世界又变小了。好吧，今天简单回了一下评论，然后做个预告啊，明天我是休息日不更新，然后后天第一个训练日我们更新100公里比赛的复盘视频，我很认真的录像的一期视频，然后那期里还会有一些预告，好吗？那这么着，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咱们后天再见。